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江田正先生所著的《60岁肠道改变：为了长寿的全新肠道保养》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肠道是决定长寿的关键；第二，如何培育长寿菌。首先是第一部分，肠道是决定长寿的关键。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长寿主要是由基因所决定的。然而，随着基因解析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家并未发现任何直接与长寿密切相关的基因。在日本，即便是日本人最常见的死因癌症，其遗传因素的影响也仅占5%左右。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主导了我们的寿命与健康呢？答案是肠道。以长寿所闻名的日本京都丹后市为例，那里的100岁老人几乎都拥有一个健康的长寿肠，也就是肠道环境良好的状态。肠道环境的核心在于约100万亿个肠道菌群的平衡。这些菌群大致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益生菌，对身体有益，能促进健康的细菌。第二种是有害菌，可能导致便秘、腹泻或其他不适的细菌。第三种是条件致病菌，根据体内环境的变化，选择支持益生菌或有害菌的一方。一个长寿肠的显著特征是，益生菌占据主导的地位，且菌群种类多样且能够共存。在这种理想状态下，各类细菌各司其职，共同维持肠道的健康。这不仅能显著增强人体的免疫系统，还能提升身体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相对而言，衰老肠则是指有害菌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菌群多样性大幅减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肠道环境会逐渐恶化，不仅容易引发慢性炎症和各种疾病，严重时甚至可能通过肠道将毒素传播至全身，从而加速人体的老化，缩短寿命。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改善肠道环境呢？要想拥有一个长寿肠，关键就在于饮食。通过合理的膳食结构，我们可以直接摄入对身体有益的益生菌，或者提供益生菌所需的养分，促进其生长和繁殖。换句话说，长寿肠的形成和维护与我们每天摄取的食物息息相关。科学合理的饮食不仅能优化肠道环境，还能有效培养出长寿菌，为健康长寿提供可靠的保障。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如何培育长寿菌。肠道环境的差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的饮食习惯、药物使用以及运动方式等。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差异会变得更加明显。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肠道菌群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并且与长寿密切相关。这就是长寿菌。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体力和外貌的变化一样，肠道也会出现衰老的迹象。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调理，从60岁开始，肠道的健康可能逐渐恶化，益生菌数量减少，有害菌则逐步增多。这时，条件致病菌可能会促进有害菌的生长，导致肠道环境恶化。幸运的是，研究发现，即使是超过80岁的长寿老人，或者生活在长寿地区的居民，其肠道内的有害菌较少，而有益的长寿菌数量则更多。这一现象进一步证明了肠道是决定长寿的关键这一说法。值得庆幸的是，肠道细胞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因此从任何时候开始调理都不算晚。理论上，最快1个月内就能获得健康的长寿肠。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介绍3种关键的长寿菌，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培育这些对健康至关重要的肠道菌群。首先是第一种长寿菌——酪酸菌。在所有的长寿菌中，酪酸菌尤为引人关注。它以水溶性膳食纤维为食，并通过发酵过程产生代谢物酪酸。酪酸具有抑制有害菌生长、改善肠道环境的作用，从而帮助维护肠道的健康。除了这些作用以外，酪酸还可以激活大肠的功能，改善排便问题，调节免疫反应，控制血糖水平，
减少脂肪堆积，帮助防止肥胖。这些积极的影响使得酪酸菌成为健康长寿的重要支柱。在被誉为长寿之城的日本京都京丹后市，100岁以上的高龄者人数是日本全国平均的约 3.1 倍。对该市老年人肠道环境的研究发现，他们体内的酪酸菌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老年人，他们的血管年龄更年轻，且患有大肠癌、糖尿病和认知症的比例较低。这表明体内酪酸菌的数量与是否患病息息相关。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力量会逐渐减弱，步伐也会变慢，容易出现肌肉量减少的现象，即肌少症。但研究发现，京丹后市的老年人中，肌少症的发生率极低。研究表明，体内含有充足酪酸菌的人，通常肌肉量更多，步伐更快，握力更强，患上肌少症的概率较低。这是因为酪酸能够抑制破坏肌肉的酶活性，从而帮助维持和保护肌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增加酪酸菌呢？能够促进酪酸菌生长的食物主要分为2类：一、直接含有酪酸菌的食物，虽然这类食物的种类不多，但我们仍可以适量食用。2、酪酸菌的食物，主要是指膳食纤维，特别是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膳食纤维是酪酸菌的最爱，它可以显著促进其活性。水溶性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包括豆类、谷物、水果、蔬菜、海藻类。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增加酪酸菌的代谢产物酪酸，还能通过改善肠道健康，增强全身的健康状况。此外，水溶性膳食纤维在胃肠道吸水膨胀，能促进排便，因此对便秘患者特别有益。第2种长寿菌普拉梭菌。普拉梭菌是一种能够产生酪酸的益生菌，主要通过抑制炎症来促进肠道健康，进而延缓肠道老化。它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减少炎症来恢复肠道功能，帮助维持健康的肠道环境。例如，当小肠或大肠的黏膜出现慢性炎症时，可能引发腹痛、便秘、腹泻、体重减轻等不适症状。普拉梭菌通过产生酪酸，促进具有抗炎作用的免疫细胞生成，从而缓解肠道内的炎症。同时，部分酪酸还会进入血液，调节免疫系统，进一步抑制全身性的炎症反应，提高代谢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基础代谢会逐渐下降，代谢变慢会导致内脏功能减弱，产生一系列不适症状，如手脚冰冷、低血压、低体温、容易疲劳、皮肤粗糙、便秘。通过增加普拉梭菌的数量，可以有效提升代谢水平，促进血液循环，让食物中的营养更高效地输送到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缓解上述问题，并延缓衰老的过程。虽然通过运动增加肌肉量是提升代谢的有效方法，但调整饮食也能轻松改善健康状况。增加普拉梭菌无疑对抗衰老具有显著效果。想要增加普拉梭菌的数量，可以优先选择以下食物：一、海藻类，特别是褐藻类，如海带、裙带菜、洋七菜、海运和昆布。这些食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如海藻酸钠，为普拉梭菌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源，有助于促进其增殖。2、富含低聚果糖的蔬菜和水果，如菊芋和菊苣等。同时，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如牛蒡也能有效促进普拉梭菌的生长。3、低热量饮食，适度控制热量摄入，有助于创造有利于普拉梭菌生长的环境。此外，最新研究表明，近年来作为健康食品受到关注的小球藻也能显著增加普拉梭菌的数量。小球藻不仅能改善肠道健康，还能促进酪酸菌的生长，从而进一步改善排便状况。通过合理的饮食调整和肠道菌群优化，能够为身体健康和抗衰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第3种长寿菌乳酸菌。乳酸菌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类肠道菌群，尤其在日常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乳酸菌可以分为2类，
植物性乳酸菌和动物性乳酸菌。植物性乳酸菌主要存在于发酵蔬菜中，如酸菜、泡菜等。这类乳酸菌能在高盐、高酸、低糖等苛刻环境下生存，生命力较强。植物性乳酸菌相较于动物性乳酸菌，更容易以活菌状态到达肠道，因此更有益于肠道健康。动物性乳酸菌主要存在于乳制品中，如酸奶等。然而，动物性乳酸菌多数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失去活性，因此可能不如植物性乳酸菌有效。许多人为了补充乳酸菌会每天食用酸奶等乳制品，但对于存在乳糖不耐症的人需要加以注意。乳糖不耐症是指无法有效分解和消化乳糖，可能会因此出现腹泻或胀气等不适症状。如果您属于这一类人群，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乳酸菌补充剂。对于肠胃不适的人群，更推荐传统的发酵食品，如泡菜、味噌、酱油。如果希望摄取活性乳酸菌，最好选择未经加热处理的产品，即使是死菌，它们仍然能作为其他益生菌的养分，从而间接促进肠道健康。根据个人的体质，大家可以尝试不同类型的乳酸菌来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食品，从而有效提升肠道健康和免疫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